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肩胸部的背面，左边这几个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整体的效果很清晰，结构呢问题也不大，就是在准确度上、形上面可以多注意一下。第一个，这个颈部画的有点太粗了，而且它不是下面窄上面宽，那上面宽下面窄，这个形状就很奇怪了。注意这个颈部的宽度和形状，还有就是在斜方肌和肩三角肌之间，不是一个嵌进去的一个这种凹，中间它是有一块骨头的造型的。这两块肌肉呢都是连到这个骨骼上，要注意中间骨骼的这个宽度。然后它的胸腔和外轮廓关系不大啊，这个形状要注意它的卵圆形以及下端的开口啊，注意胸腔的形状。下面这个也是脖子的问题，跟上面一样，都是上面宽下面窄了。然后胸腔的上端不要画成平的啊，它是一个有弧度的形状。然后女性的胸腔呢更纤细修长一些。一般什么时候直播呀？这个我好像不太固定啊，因为我比较忙啊，直播的时间比较少。然后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去讲作业的话，就会安排一场直播来讲一下作业。不是在咱们的学习群里边是每天都讲的，就是没有时间，有的时候抽不出身来，就会攒2天。但这种情况比较少，目前比较少。基本上我们还是每天都在讲作业的，咱就讲究一个及时反馈，尽量及时反馈，因为手头上事情也比较多。注意一下胸腔的形状，这个女性的后背画的有点宽阔了，感觉啊。肩胛骨的内侧缘再往这儿移一下，要不然感觉它这个肩胛岗这个地方有点太长。瘦弱的男性，你说的是指这个是瘦弱的男性吗？但是咱们这张作业的照片是女性啊，而且她的肌肉欠发达，就是比较瘦弱。然后注意肩胛岗和肩胛骨内侧缘的比例。然后下面的这一个，这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，就是有点这个有点像充了气儿，结构和动态形上都不错，就是注意一下它的这个自然形上面的特征。稍微有点像充了气儿一样的一个鼓包一个鼓包的这种感觉啊。这个位置没有这么高，就是一些比较微妙小的这种需要多进行一些观察，然后适度的有一些可以偏方一点，找这些明显的这种转折，它就不会感觉就这样了。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拉扯，产生了一个肉性的褶，厚实的褶。这个地方它也是，如果带上这个轮廓的话，把这个褶给它表现出来，它就会更自然，它具有一定的真实性。然后它的大圆肌画的有点小了，这个模特它还比较强壮，所以说它大圆肌更大一些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大圆肌的大小都快赶上它的冈下肌了，但是冈下肌呢在体表可见的部分比较少。整体来说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注意一下以上的这几个问题。然后右边的这几个，需要注意的是比例，最明显的是比例啊，这个胸腔太小了，这个肩头太大了，它们之间的比例不协调。这个模特是一个偏正面，我们可以先把胸腔当成一个鸡蛋来画嘛，一个蛋形，先画一个蛋形，然后通过两个胸肌之间的这个缝来判断胸骨的倾斜度，然后通过这个倾斜度呢来画这个胸腔的朝向。这样胸腔不就出来了吗？然后根据胸腔的上端去画它的锁骨，并且呢要注意这个锁骨延伸出去有多长，这个位置稍微长了一些。我们可以先把它的大致的形状定一下，定下之后呢，再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，比如谁连着谁，然后谁遮挡着谁，形成了怎样的一个穿插。这样的一个比例，它就会看起来更舒服一些。肩头画太大了。
大双开门。这个脖子画的有点太正了，而且这两个胸锁乳突肌画到前面来了。胸锁乳突肌是颈部的侧面，就是如果说脖子是正面的话，那应该在这边和这边画到前面来了。这是他的脖子啊，这是他的脖子前面颈窝，然后这个头在往这边转呢，这一侧的右侧的胸锁乳突肌就是画面右侧的，转到了这个位置，然后另一侧的应该在这儿，知道吧？应该在这儿，然后从这边漏过来一些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动态。然后继续看下面这个，其实这几个问题有点相同啊，都是比例上的问题啊。胸腔的一个基本形状，像这块的话，我讲一下啊，这个手臂是抬起来的，抬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圆柱就是朝前的，它这个圆柱要抬起来，前面这个横断面要稍微圆一点，这个圆柱才能抬得起来，这是一点。然后它的肩三角肌和胸大肌绕过去，有明显的这种穿插关系，前后。然后胸大肌它的比较纤薄啊，就是一层压一层。看它的这块的肩和腋、手臂、根部这个位置的结构应该是这样。然后下面这一个角度还 OK， 然后上面这个圆面还可以，因为这是一个略微俯视的。但胸腔的基本形状不对了，你看胸腔上面画这么圆啊，下面直接斜下来了，就像一个筒形。上面这个圆面不要画太大，然后它是往外扩开的，并且呢上窄下宽。注意一下这个胸腔的形状。然后这个位置也是有相同的这种穿插关系，不过这个圆柱呢看不到它这个横断面，它是这样，但是它的肩三角肌也是绕过去的，然后前面被拉扯的这条边比较直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，就是里边的线不要画那么重，要注重每一块造型的轮廓，画清楚，而不是把一个造型中间的线画得很重，这样的话就把它分开成好几个了，这一块结构就不整体了。然后就是大概确定它往哪儿去，朝向哪里就可以了，不用把它里边的画的这么重，大概到中间这个位置就要停了。然后胸大肌下面不是平的，靠外的这一竖呢应该再低一些。然后肩三角肌里边的这条轮廓也是太圆了，